轩轩啊，其实是我的儿子。他都叫了你20几年的爸爸了，现在你该把他还我了。这居然是真的！啊！这不是叶总一直资助的那个评论生吗？竟然给叶总戴绿帽子，还让人喜当爹！哼，这就是典型的农夫与蛇呀！叶总这么帮他，他反而恩将仇报。早不认晚不认，叶总刚签完股权转让协议就来认儿子，我看他明显就是冲着叶总的财产来的。就是，太过分了！让别人戴绿帽子喜当爹就算了，还把别人家产搞空了，真是太恶毒了！我的前半生一直被我的婚姻束缚着，多少个难熬的夜晚，我都在问我自己：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？是，他叶凡家境是不错，对我也好，但是我爱的人只有周浩，我只是在追求我的幸福而已，这有什么错吗？在感情里，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。婚姻不应该成为追求真爱的枷锁。所以，我希望在此的诸位能够真心的祝福我们。我一个外人都看不下去了，这不就是小三和白眼狼吗？现在说追求真爱，你早干嘛去了？把人家财产都掏空了，才来说追求真爱，不要脸！他们真是气焰太深了。叶总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找律师打官司，我就不信了，属于你的东西还拿不回来。就是。好，大家安静一点。轩轩呐，你是怎么想的？爸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。虽然你悉心养育了我这么多年，但是你毕竟不是我亲爸，血浓于水。今天，我希望你不要阻拦我们一家3口团聚。趁今天大家伙都在，你把这份离婚协议书给签了，还我妈一个字。我呢，还能念在你照顾了我这么久的份上，每个月给你500的赡养费。500。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！这一家3口是什么玩意儿啊？谁不知道叶总把他儿子捧在手心里头了，宠了这么多年，刚把1万资产转给他，这转头就认别人当爹了。一个月500块钱赡养费，你哪发叫花子呢？你到底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呀？叶总，他们真是太过分了。你放心，我们多年的交情，哪怕借钱给你，也支持你打官司。是啊，叶总，我们支持你夺回财产，法律是正义的。没错。李总、刘总，你们是不是忘记了，谁才是叶氏集团现在最大的股东？你们确定要和我们作对吗？叶氏集团随便说一句话，就能断了你们20年的心血，你们可要好好想清楚啊！你们会遭报应的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遭报应。我柳寒烟从来不信这一套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我答应他们。叶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叶总，老婆查出怀孕那天，我无意间发现，她和我资助的贫困生周浩早就滚在了一起。周浩，我这肚子里怀的可是你的孩子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公布我们的身份呀？我每天看着叶凡那个蠢货，我都快吐了。喂，韩烟，别着急嘛，这公司啊是你老公的婚前财产，等我们的孩子长大了，继承他所有资产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。
我假装不知情，精心抚养老婆生下的儿子。就这样，他们的儿子一天天的长大，我的计划也在一步步展开。老公，你不是说要去公司参加董事会议吗？怎么现在还在书房啊？轩轩的老师说他最近有点咳嗽，我帮他联系了最权威的儿科专家，我明天带他去医院看看。每次轩轩有个头疼脑热，你都在意的不行。等轩轩长大以后啊，一定会好好孝顺你的。我可是轩轩的爸爸，我不对他好，谁对他好？老公，你真好，我能嫁给你，为你生下轩轩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我跟柳寒烟恋爱3年，结婚7年，他会在每一个不经意的时刻对我温柔备至，贴心照顾我，满眼真挚地说永远爱我。老公，我爱你。要不是我无意间发现，我都不敢相信，一直爱我如命的他，竟然会背叛我。周叔叔，你怎么才来？周叔叔，你怎么才来？周浩，你来了。轩轩，来。周叔叔，你怎么才来？慢点儿。怎么了？又想你周爸爸了？是。凡哥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来了。老公，轩轩幼儿园今天有个户外亲子活动，我想着你工作太忙，就没告诉你。这不，特意让周浩过来应付一下。对，凡哥，你资助我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对您心存感激，这不是也想好好报答您吗？我一接到韩妍姐的电话，我就立马赶过来了。是吗？第一次做父亲们，别紧张，心放宽点啊！凡哥，我就是太担心嫂子了，你别误会啊。凡哥，那个我就是太喜欢轩轩了，所以才把他当儿子看。您不会不高兴吧？嗨，怎么会呢？叶凡巴不得你对我们孩子好呢，是吧，老公？是啊，我工作忙，难免忽略家庭。你能帮我照顾我老婆和孩子，我谢你还来不及呢。爸，你今天要去公司，还是和我和妈妈去幼儿园？轩轩，你希望爸爸去哪儿啊？我希望爸爸去公司，然后周叔叔和我和妈妈去幼儿园。老公，轩轩是怕你耽误工作，他前几天还跟我说你工作太辛苦了，让我们不要打扰你呢。就是，哎呀，轩轩这孩子啊，就是太懂事儿，也就是凡哥像你这么优秀的人，才能生出轩轩这么懂事的人。好，那就听轩轩的。太好了，周叔叔和我和妈妈去
完了。去吧。哎呦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那我们走吧。哎，走。柳寒烟，周浩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柳寒烟似乎是觉得我特别迟钝，不可能查出异样，所以周浩越来越大。小凡哥，我刚从乡下回来，带了一些土特产，特地给你们送过来。以前只会趁我去公司时偷偷私会柳寒烟，现在即便是我在家，他也会找各种的借口上门。凡哥，我辞职回家创业了，现在还差点启动资金，您看能不能再帮帮我？凡哥，这是我最近学的厨艺，想的过来做点好吃的，感谢这些年你对我的照顾。虽然我很清楚他的目的是来看轩轩和柳寒烟，但是我从未拒绝，有求必应。轩轩，郑叔，刘琪琪，你回来了。啊，这孩子，习惯了。累了吧？凡哥，刚才我给轩轩买了个游戏机，这不是刚高考完吗？顺便放松放松。周浩常来家里，他也不是外人，我就给他买了一双跟你一样的拖鞋，专门给他穿。大家都饿了吧？吃饭，吃饭。轩轩，吃饭了，走了。别玩了，吃饭。轩轩，快别玩了，吃饭。吃饭了。老公，你是不知道，你不在家的时候，周浩可照顾我和轩轩了，我们可得好好谢谢人家。就是周叔给我们买了不少好吃的。你有心了，回头你要的资金打你账了。凡哥真好，人好，工作好，儿子好，老婆也好。老婆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这不轩轩高考成绩快出来了吗？我去拿电脑，你们先吃，先吃。轩轩是凡哥的儿子，与众不同，这成绩啊，必定也非常不错。吃饭，吃。查出来了吧？你看看，你怎么考这么点分？那咋了？反正咱家有钱，到时候爸给我买个学位不就得了？你爸再疼你，也不能任由你这么胡来啊！你爸本来都打算好了，早点退休，让你接手公司呢。你这么不争气，让他怎么放心把公司交给你啊？轩轩，你妈说的对呀，虽然凡哥是你爸，他不会不管你，但是你也需要有点自己的本事啊，不然以后公司交到你手上，你怎么才能让管理层那些老油条信服？是吧，凡哥？没事儿，我已经给轩轩规划好了，到时候出国深造一下，反正我这一切都是留给轩轩的，等他留学回来，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接手我的公司。谢谢爸。也就你这么惯着他，幸好啊，有你做他的爸爸，真是蠢货。他们笑我太愚蠢，我笑他们太天真。
叶总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已经带着少爷参观了我们公司的所有部门。反正轩轩迟早要接手集团，你们都是公司元老，以后可以多多交流，让轩轩尽快的熟悉业务。好的，谢谢爸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收拾东西赶飞机去吧。哎，记住，在国外好好读书。好嘞。儿子，你一个人在国外，要是遇到什么事情，要及时跟妈还有周叔说，知道了吗？知道。我听说国外要比这边冷，你的厚衣服啊，周师傅都帮你装上了。行，衣服穿好。飞机都要赶不上了。来，方哥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老公，你工作忙就在家就行，我们去送。放心啊。轩轩出国后，周浩来我家次数变少了，但柳寒烟外出却越来越频繁。寒烟，这么晚还出去啊？最近不是闲着没事干嘛，就报了个舞蹈健身班，以后啊得经常运动健身啦。你最近怎么常常出去啊？一会儿和闺蜜去做头发，一会儿又跳舞健身的。这不是轩轩从来没有离开过我，这一离开就是出国这么久。你说我每每想起他，我都忍不住，我不找点事儿干，我会疯掉的。寒烟，轩轩很快就会回来的，到时候我们一家人又可以团聚了。是啊，很快我们一家三口就可以团聚了。方哥，好久不见。哎呦，我的好大儿，想死妈妈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你的公司什么时候交给我打理呀？走吧，我已经召开了记者发布会，马上我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将一切都交给你。好。各位观众，这里是叶氏集团发布会现场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人山人海，所有名流商贾都齐聚于此，只为看商业巨作《叶氏集团易主》。哎，快！叶总，听说您此次召开记者发布会是想要宣布叶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。叶总，若叶氏易主，你是否还参加董事会权利？叶总，谢谢。叶总，叶总，叶总。叶总，回答一下问题吧，叶总。感谢各位专程前来观看我叶氏集团交接。为了今天，我已经准备了很久。我宣布，即日起，叶氏集团的总裁之位将由我儿子叶轩接替。轩轩，这是股权转让协议，从现在开始，叶氏集团所有的一切都将交给你。从现在开始，协议生效。这叶总的儿子简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。是啊，这才刚刚大学毕业就接手了这么大的集团公司，这要是稍微有点能力，前途恐怕不可限量啊！这么早就把集团全权交给孩子打理，可真是父子情深啊！
慢着！叶凡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轩轩啊，其实是我的儿子。他都叫了你20几年的爸爸了，现在你该把他还我了。这居然是真的！啊！这不是叶总一直资助的那个评论生吗？竟然给叶总戴绿帽子，还让人喜当爹！这就是典型的农夫与蛇呀！叶总这么帮他，他反而恩将仇报。早不认晚不认，叶总刚签完股权转让协议就来认儿子，我看他明显就是冲着叶总的财产来的。就是，太过分了！让别人戴绿帽子喜当爹就算了，还把别人家产搞空了，真是太恶毒了！我的前半生一直被我的婚姻束缚着，多少个难熬的夜晚，我都在问我自己：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？是，他叶凡家境是不错，对我也好，但是我爱的人只有周浩，我只是在追求我的幸福而已，这有什么错吗？在感情里，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。婚姻不应该成为追求真爱的枷锁，所以，我希望在此的诸位能够真心的祝福我们。我一个外人都看不下去了，这不就是小三和白眼狼吗？现在说追求真爱，你早干嘛去了？把人家财产都掏空了，才来说追求真爱，不要脸！他们真是气焰太深了。叶总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找律师打官司，我就不信了，属于你的东西还拿不回来。就是。好，大家安静一点。轩轩呐，你是怎么想的？爸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。虽然你悉心养育了我这么多年，但是你毕竟不是我亲爸，血浓于水。今天，我希望你不要阻拦我们一家三口团聚。趁今天大家伙都在，你把这份离婚协议书给签了，还我妈一个字。我呢，还能念在你照顾了我这么久的份上，每个月给你500的赡养。500？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！这一家三口是什么玩意儿啊？谁不知道叶总把他儿子捧在手心里头了，宠了这么多年，刚把1万资产转给他，这转头就认别人当爹了。一个月500块钱赡养费，你哪发叫花子呢？你到底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呀？叶总，他们真是太过分了。你放心，我们多年的交情，哪怕借钱给你，也支持你打官司。是啊，叶总，我们支持你夺回财产，法律是正义的。没错。李总、刘总，你们是不是忘记了，谁才是叶氏集团现在最大的股东？你们确定要和我们作对吗？叶氏集团随便说一句话，就能断了你们20年的心血，你们可要好好想清楚啊！你们会遭报应的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遭报应。我柳寒烟从来不信这一套。你好了，别说了，我答应他们。叶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叶总，他签了，成了！既然你们给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，那我也有一个大礼要回送给你。
叶凡该不会是察觉到什么，留了什么后手了吧？不可能，我俩做的这么隐秘，他不可能察觉到。这是我叶家的传家宝，本来我是打算送给轩轩，毕竟他是我认定的继承人。虽然他不认我这个爸，但在我心中，他永远都是我的儿子。海燕，你在我心中，永远是我所爱。这个传家宝送给你们。祝你们一家和睦一生。还真是叶家的传家宝。叶总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叶凡是疯了吗？竟然还祝福这一家白眼狼！这八成是受什么刺激了，脑子都不好使了。太惨了，自己疼爱了这么多年的老婆孩子，现在还带着自己的全部财产跑路跟别人一家人团聚，这换做谁都接受不了吧？但是这个做法也太窝囊了呀！就是，也太丢男人脸了吧！舔狗，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叶凡，你当初资助我的时候，我只是觉得你是一个人傻钱多的蠢货，但没想到今天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你并不是蠢货，而是天生的舔狗。你是我见过最牛的绿帽王者。叶总，你是不是被记昏头了？叶家传家宝，怎么说送人就送人呢？叶总，你要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，我们几个好歹也是你爹几十年的至交好友，绝对不会让他的心血落空的。是啊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叶总，不是什么难言之隐，这是我的肺腑之言。韩言，你是我的心中挚爱。我呵护了你20余年，哪怕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我也甘之如饴。这是作孽呀！叶氏集团要完！叶凡，你真是个蠢货！跟你结过婚，是我这辈子做过最不值的事情。以后千万可别说你认识我，我嫌丢人。叶凡，得亏你不是我亲爸，你要是我亲爸的话，我这丢人丢大发了呀！哎，儿子，现在这公司呢已经是我们的，他跟你啊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我们还以为你有什么大动作呢，没想到就这样，害得我们还白白准备了一番。现在看来，你还真是一个大丈夫呀，能屈能缩呀！现在，我叶轩正式改名为周轩，而叶氏集团改名成为周氏集团，而你被开除了。现在，所有股东听着，随我回公司召开股东会议，不来的人不可自负。这是什么绝世忍者啊！都被人踩头上欺负了，还祝福这一家白眼狼呢！要是换了我呀，我早就跟他们一换三了。我看啊，还是开个众筹吧。我实在想象不到1个月500块钱要怎么生活。叶总，叶总，柳小姐出轨20余年，你是不是接下来有什么大的行动进行反击呢？叶总，董事会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您是否认为周氏以后的效益会比曾经的叶氏更为精进呢？为何你如此淡定？所有的事情都在你预料之中吗？叶总回答一下吧，叶总。抱歉，我试喷一下。叶总不要走啊！叶总多说几句吧，叶总多几句吧。是的，一切都在我预料之中。叶凡，现在这个房子是属于轩轩的，我们也已经离婚了，
赶紧带上你这对破烂给我滚出去，不要打扰我们一家3口团聚了。柳寒烟，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呐！我忍了你20年，今天终于可以摆脱你了。男人活成你这个样子，还真是有够失败的呀！啊，这个呢是你这个月的赡养费啊。拿着钱，赶紧滚蛋！滚！嫣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不让你过来吗？爸，我再不来你就让人欺负死了。你演戏也不用演这么逼真吧？爸，你可是江城的金融天才，是所有大小集团运作的幕后推手。你一句话的功夫就能让周家灰飞烟灭，为什么还要下如此大的棋？是啊，您手眼通天，在商界叱咤风云。宋氏集团如今已经是全国第1大财团，早已经是业界神话。您这是何苦呢？当年我发现柳寒烟出轨，我若是贸然离婚，我宋氏集团的董事长的身份便会曝光，届时柳寒烟等人必定会瓜分宋氏集团。不演，他们如何会满足于一个叶氏集团？那你也不应该把叶氏集团交给那对奸夫淫妇啊！放心吧，你爸我有这么蠢吗？很快，他们就会发现，等待他们的不是金山银山，而是一个无底洞。行，爸，你赶紧跟我回家吧。不用，嫣然，你们回去吧，我已经租好房子了。爸，你真要搬去农村？农村有什么不好？农村安静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来。走了啊！爸，拜拜了！周氏集团的钱，我们10辈子也花不完呢！给我们的都是钱！这是有钱的感觉吗？叶凡这个畜生这么有钱，平时也不知道多给我一点，每次就几十万的，看不起谁呢？哎，在我面前装大款，资助我这个贫困生。现在好了，整个叶家的钱都是我周家的。不只是他叶家的钱，还有他的儿子，还有你，都是你的。那我可要好好奖励你一下。300万的包包，上千万的珠宝，老公，我爱死你了！老子终于不用再担心他发现我不是他亲生的了。现在老子他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！这世界上啊，就没有钱办不到的事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人上人。周总，不好了！放肆啊！谁让你们随意进我家的？周总，我们也是联系不上你，着急啊！刚刚财务发现，周氏集团资金亏空了上百亿。什么？上百亿？你是不是当我傻呢？这可是周氏集团，啥事不干都能养活整个江城的人。连情况都没搞清楚就敢来我们家，信不信我开除你们？
我们每个人都查了不下10遍，是真的亏空了。周总，你看，怎么回事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们干什么吃的？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？不是我们不做呀，是咱们公司真的没有这个资金啊！资金链数月以前就已经开始断了。你说什么？周总，这么大一个周氏集团，你说资金链断裂就断裂，是不是你们成的？周总，你们也得讲理呀！我们早就说了，这么大一个项目，总不能急于求成吧？是啊，我们前几期的贷款现在都没到，可这么大一个项目，我们根本吃不下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！周董，之前不是还有那么多货款吗？怎么说没就没了？早在数月之前，叶总就已经开始将资金链都转移了，我们没有权利去管这个事儿啊。叶子，叶凡，滚出来！周总，这么大一个周氏集团，你说资金链断裂就断裂，是不是你们成的？周总，你们也得讲理呀！我们早就说了，这么大一个项目，总不能急于求成吧？是啊，我们前几期的贷款现在都没到，可这么大一个项目，我们根本吃不下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！周董，之前不是还有那么多货款吗？怎么说没就没了？早在数月之前，叶总就已经开始将资金链都转移了，我们没有权利去管这个事儿啊。叶子，叶凡，滚出来！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怎么来了？你自己做了什么事不清楚吗？我就做了一碗菜。哎，要不要一块尝尝我的手？你这是装什么？公司的钱呢？钱？什么钱？还在这装？公司的资金链早就断了，你会不知道？是不是你布的局？叶凡，亏得我还以为你是什么正人君子，没想到你干这么下三滥的事情。还在这给我装呢是吧？我今天是不打你一顿，你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哎，等，我能做什么手脚啊？那天发布会上我做了什么，你们不是都很清楚吗？啊，再说了，我要是能提前给公司做手脚，我也不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吧？不是你，那我们为什么一接手就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啊？对，公司啊，现在是已经亏空的状态了，那你们非要抢过去，这也不能怪我吧？你他妈敢耍我们是吧？你奶奶了个腿儿！我说感情你那天那么淡定呢，原来这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，值得扔呐！好你个叶凡，亏我这么相信你，伺候了你10多年，你竟然敢这么阴我！死老头，你给我起来！起来啊！把钱给我吐出来！哎，你想要钱呢？没有。但如果你想要挨打的话，我可以满足你。哎你还搁这装什么呢？你也不看看现在怎么死样子！有皮快放！不，你告诉他，我现在立马准备婚礼。哼，叶凡，你别以为公司资金链断裂就能把我怎么样，老子有的是办法。萱萱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宋氏集团的宋嫣然已经答应了我的求婚，只要傍上了宋氏，我们周氏集团的资金链问题就能迎刃而解。就是那个白手起家带领着宋氏集团冲上集团榜首的宋嫣然。没错，宋嫣然，我早就跟她在一起了，本来想在过年之后再告诉你们的，但是现在她答应了我的求婚，我以后就是宋氏集团的女婿了。哎呦，
真的吗，儿子？这宋嫣然可是实打实的女强人，凭借自身实力强势崛起。听说她的影响力和资产，那比我们周氏集团可大太多了。要是能跟她结亲，哎，不仅我们周氏集团能够重新崛起，就连宋家我们也唾手可得。儿子，你可太有本事了，居然把这么厉害的女人搞到手了。那是啊，你也不看看他是谁的儿子。男人要想成功啊，一定要娶一个好老婆，然后再生一个优秀的儿子。我啊，一直教育着轩轩，一定要慧眼识珠，一般的女人啊，看都不要看。幸好儿子像我，有本事，聪明。叶凡，你当初有权又有势，没想到会有今天这个下场吧？现在的你啊，就是阴沟里的一条臭虫，这辈子就待在乡下发霉吧！我呸！好了好了，儿子，我们走，别理这个窝囊废，准备婚礼去。好，叶凡，我今天就告诉你，你的好日子从现在开始到头了。以后这500块钱的赡养费，你也别想。爸妈，我们走。哎，是啊，你们的好日子马上就到头了。周氏集团前阵子闹出了这么大的丑闻，居然现在还敢招摇过市啊！听说周氏集团为了巴结宋总，斥巨资打造的这一个婚礼。宋总怎么会看上周氏集团的总裁啊？那小子就是有着天生富贵命。对对对，之前摊上一个绿毛老爹，有钱，现在又要娶又漂亮又有钱又能干的老婆。哎呀，周总啊，真是恭喜啊！有这样一个儿媳妇，那下半辈子无忧了。哎，区区一个宋嫣然算什么？你们啊，还是眼界太窄。周总难道知道什么小道消息啊？宋氏集团的背后可是有一位大人物，掌管着整个江城的经济运作。若是能攀附上他，鸡犬升天啊！你说的莫非是宋氏集团那个从未现身过的董事长？没错。我们周家这次能够有这位大人物撑腰，可保百年风光。周总一看就是有福之人，以后可要多多关照我们公司啊！哎呀，是啊，周总，我们呀还都仰仗您呢。哎，好说好说。你不是叶凡吗？他怎么来了？难道之前送的什么传家宝祝福还不够？现在想在这个假儿子的婚礼上送什么惊人的礼物？这么逆天，简直是舔狗鼻祖啊！你还敢进来？给我滚出去！叶凡，今天是轩轩的大婚之日，来到这里的个个都是非富即贵。像你这样的穷酸鬼，到底是怎么混进来的？我是凭请帖，正大光明走进来的。叶凡，你疯了吧？你怕是不知道这场婚礼对我来说多么的重要。这每一张请帖都是我一张一张亲自准备的，里面的邀请名单根本就没有你的名字，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凭请帖进来的？哎，你脸呢？他说的这么有模有样的，我还以为是你邀请他来的呢。看来是某些人脸都不要啊，在这里胡说八道。
你估计是饿昏了头吧，偷偷溜进来混吃混喝的。哼！像他这样穷酸样，估计已经很久连2个菜都没吃过了吧？赶紧滚！这里可不是什么施粥的救济所。我是以女方亲戚的身份进来。哎，他怎么有亲爹？真的假的呀？是吗？哪儿来的？亲戚，叶凡，你撒谎之前能不能打打草稿啊？你知不知道今天要跟我结婚的人是谁啊？知道啊，宋嫣然嘛。宋嫣然，她可是孤儿，从小在福利院长大。你是谁啊？怎么？难道你是他死去的爹不成？自己生不出来呀，还要处处当人爹。叶凡，你别在这儿闹笑话了，行不行？我们毕竟相处了那么多年，你不要面子，我还要呢。就是，你怎么不饿死在穷乡僻壤呢？喂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你先看了这个再说话吧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了，儿子？难不成这是真的？一定是叶凡这个废物伪造的。不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呀！哎呀，这怎么可能是真的？居然是真的！说，这个请帖你是从哪儿来的？轩轩，叶凡毕竟养育你这么多年，嫣然肯定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才把请帖给他的。不可能！嫣然说过了，这次婚礼印请帖邀来宾这件事交给我全权负责，他只做了唯一一份，说要送给他最重要的人。宋总是个孤儿，今天这个婚礼他一个亲戚都没有啊。那叶凡手上的请帖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不是说这请帖只有一份吗？宋嫣然还要给最重的人，难道这个人就是叶凡？看来这场婚礼不一般啊。难道叶凡？怎么会？这不可能！叶凡，你跟嫣然什么关系？就是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请帖一定是他偷的。哎呦，我也认为是偷的，那肯定是偷的呀。像你这样窝囊废，怎么可能认识像宋嫣然这样的顶尖的人物？就是，绝对不可能！你给嫣然提鞋都不配。叶凡，你是不是知道我们轩轩和嫣然没有领证，所以过来想捣乱婚礼的？原来如此，我说你今天怎么会过来？原来是专门来这里闹事儿的。好啊，你居然这么恶毒，居然敢闹我这个周氏总裁的婚礼，我看你真是活腻了。保安呢？怎么还不过来？居然敢破坏我跟嫣然的婚礼，现在就给我把他打一顿！打！我看谁敢动我爸！嫣然，你来了。放开我爸！你怎么叫叶凡爸呢？嫣然，我才是轩轩的父亲。况且叶凡他只是个人傻钱多的蠢货。哦不，他现在连钱都没有，他就是个蠢货。你可别认错人了。对啊，嫣然，我们家什么情况你可能不太清楚。叶凡是养育过轩轩，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。是啊，嫣然，你没必要看在轩轩的面子上，非要给叶凡这个面子，他根本就不配。对呀。啊，原来是宋嫣然认错了人，把叶凡当成了未来的公公，这才送出了请柬。难怪我说叶凡怎么还会凭空多出一个女儿。哎呀，这下叶凡又要被打脸了，也是个可怜人啊！可怜人有什么可怜的？那是他自己犯贱，非要硬舔别人，才那个什么啊，送出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，还有100年基业，
是呀，能怪谁呀？希望他今天就能被打醒，不要再跪舔周家了。爸，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养育和栽培之恩。我曾经说过，我会和你顶峰相见，我会倾尽所有报答你的养育之恩。我就来兑现诺言了。好孩子，来，爸，先扶你起来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养育之恩，她是叶凡的女儿。他这么多年不是都在帮别人养儿子吗？怎么又凭空多出了个女儿了？对呀，关键是啊，这女儿还这么优秀，跟那废物儿子相比啊，真是一个天一个地呀！藏的也太深了，他终于要开始反击了吗？好你个叶凡，表面上看起来对我痴心一片，背地里却养了这么大一个私生女。爸，感情这些年你一直背着我在乱搞，亏那些脑残网友还把你夸上天，一个个说你痴情又纯粹。依我看啊，你比任何人都恶心。你还真是会演啊！明明有一个富可敌国的女儿，却还偏偏住在穷乡僻壤。怎么，为了骗我那500块钱的赡养费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。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虚伪又恶心的人呢？啊！叶然，你这一家子白眼狼，我爸对你们倾尽所有，数十年如一日的照顾你们，你们不感激他也就算了，现在还这么诋毁欺负他。你们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们一样是白眼狼吗？你们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们一样是白眼狼吗？你和轩轩年纪差不多大，他叶凡又突然蹦出个私生女，他不就是混蛋出轨吗？出轨了，从来就只有你一个。叶凡，你一边养着私生女，一边装着大情圣，你恶不恶心啊？哦，我说宋嫣然为什么会主动接近轩轩，原来是你让你的私生女来勾引轩轩。这么看，这一家子没一个人是好人啊！这也太乱了吧！一个两个都出轨，我看啊，都活该。这有钱的圈子都这么乱吗？哎呀，看来啊，这下网上的风评又要大扭转了呀！叶凡啊，叶凡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哎，亏轩轩他叫了你20多年的父亲，叶凡，你可真是不要脸啊！你要是有气，你就正大光明的发出来，搞什么小偷小摸呀？真让我看不起你！是你们贪得无厌，想要和宋家联姻稳固局势，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。我呸！什么自作自受？这都是你蓄意策划的婚礼来复仇，你算什么男人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敢打我？我早就该打你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倾尽一切，我换来的是什么？啊！叶凡，你现在不过是一个住在穷乡僻壤的狗，你凭什么打我？你凭什么？爸，你敢打韩嫣？今天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是不知道你处在什么地位。敢打我老婆，你找死！爸，我是周氏集团的总裁，你居然敢打我爸妈！今天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还要看看是谁让谁吃不了兜着走。宋嫣然，知道你是爱我的，但是你今天真的有点过了，让我很不开心。今天，除非你跟叶凡断绝父女关系，再把所有的资产转移到我的名下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。你原谅我？你怎么有脸说出这句话的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跟我结婚就是奔着我的资产来的。不是啊，我是爱你的呀，嫣然。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，难道你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我宋嫣然不瞎，
我不可能跟你这种毫无能力又狼心狗肺的东西在一起。你确定你有资格惹我？我劝你们有这时间，还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拯救你们的周氏集团吧。宋嫣然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拯救周氏集团？就是，我们周氏集团好好的，谈什么拯救？你少在这诅咒我们！哼，马上你们就会知道。周董，我们的供应商突然之间全都联系不上了。什么？客户现在正在等我们发货，但是我们什么都拿不出来。那就去其他的渠道去进，先把这个燃眉之急给解决了。试过了，可是现在根本就没人愿意卖给我们。废，怎么可能？所有的渠道都被宋嫣然的人吞没了，现在我们的账户上一分钱都没有，客户都去宋嫣然那提货了。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公司巨大的亏损，以及巨额的违约金，公司破产了。公司破产了。什么破产？你他妈瞎说什么呢？你咒我是吧？咒我！你们周家那么大的集团，怎么可能破产？那可是叶家100年大厦的基业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我们花了20年的心血才得到的公司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说话，说话！我说的是真的。这绝对不可能！还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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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钱举办这么盛大的婚礼，没钱还债是吧？就是，尾款都拖欠我们几个月了，什么时候还我们？还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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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！你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许动手！动手是违法的。我是周氏集团的总裁，可你们谁敢动手？打的就是你！要不是你，我们资金链能断裂吗？能亏空那么多吗？自己没能力还，还在这吹牛。现在好，全他妈都亏了！我打！叶凡，你竟然跟我耍阴招，你恶不恶心？叶凡，赶紧给我想办法解决这件事儿，不然我永远都原谅不了你。哼，这些年，到底是我助长了你的自信啊！你的原谅，我还真不稀罕。这么多年，你但凡学点本事，都不至于让公司亏空的这么严重。你在狐假虎威什么东西啊？就是生了一个比较好的女儿嘛。就是，靠你的私生女，装什么？你要是真的有本事的话，又怎么会蠢到你这么多年辛苦攒下的基业都双手奉上给我们？你更是对我爸不敬！打我！从小到大都没有人敢打过我。你这才挨打就受不了了？你对我爸做的事情，我还没有一件一件让你感受感受。你个私生女，有什么资格打我的儿子？我才不是什么私生女，我是我爸从孤儿院领养的女儿。啊，原来是养女啊！我还以为叶凡婚内出轨呢。这叶凡还真是厉害呀，随便领养一个女儿，居然就能教育的这么优秀。是啊，反观这个周轩啊，真是越看越像一坨烂泥呀。养女，这么多年，他一直无条件的对我呵护，细心照顾我，让我从一无所有，慢慢变成了如今的模样。所以你跟我结婚是为了？没错，我就是为了让所有亲朋好友到场，然后让大家一起来见证你们这家子白眼狼的下场。放手！叶凡，你一边抚养着轩轩，一边在外面抚养这个女儿来对付我们，你是不是早就料到什么了？你说的没错，从你怀孕的时候我就知道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周浩，所以
这些年我养育你们儿子的同时，也领养了一个女儿。2个孩子，我平等对待，公平教育，但没想到，一个登上了巅峰，另外一个却是烂泥扶不上墙。这么多年，我之所以什么都没说，我就是想看着你们一家人能过分到什么程度。柳寒烟，你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，我真的是瞎了眼了。我当初能看上你，我这些年，我一次次的想给你机会，我想让你改过自新，回心转意，但你们这对狗男女却一次一次的变本加厉的挑战我的底线。好，既然你们一点情面也不讲，那我自然的就让你们也尝尝从天堂坠落地狱的滋味。嫣然，嫣然，他叶凡现在不过只是一个穷鬼罢了，你何必拿着自己的基因去供养一个穷鬼呢？只要我们2家合作，整个江城都是我们说了算啊！江城属于你，你也配？叶凡他就是在利用你，你可千万不要被他蛊惑了呀！周轩，你真的好蠢啊！你现在还不明白吗？你爸就是宋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他就是整个江城资金的幕后推手。什么？你是说，叶凡就是宋氏集团的大人物？刘海燕，在我发现你出轨，想要夺走我一切之前，这么多年，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你，但我没想到，我一颗赤诚之心竟然被你践踏成这个样子。叶凡，这么多年，原来都是你做的一个局。当你心生恶念的时候，你有想过今天的后果吗？老公，我错了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都是他，是钟浩，都是他。贱人，这个事情够了，你现在赖到我身上。三哥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兄弟一场，我就只做错了这一件事情啊！我其实心里都是想着你的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三哥，爸，你才是我的亲爸，我长了你20岁的女爸，这都是周浩这个坏蛋，他蛊惑我。你一定是在用叶氏集团在考验我，对不对？你相信我可以继承你其他的产业的，我可以的。你还想继承家产，真是贪得无厌。爸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爸，错了。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你们是知道自己要完了。走，走，叶凡，走，叶凡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不能这么对我。今日在义城中村发现一具坠楼尸体，据调查，这是曾经风极一时的周氏集团总裁，因为欠债风波妻儿惨死。最终，周某也不堪重负，跳楼身亡。真是天道好轮回，作孽不可活。对了，爸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传家宝给那家子白眼狼啊？因为我知道啊，我的东西谁也拿不走。